新加坡政府刚刚宣布要砸2000万新元去搞多元文化艺术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，现在经济大环境这么挑战，这笔纳税人的钱花得值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前不久，总统尚达曼在国际表演艺术协会大会上宣布推出这笔为期5年的津贴。表面上看，这好像就是给本地艺术圈发福利，但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条普通的文化新闻划过去，那就太低估新加坡政府的执政逻辑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客观盘一盘，这看似搞文艺的2000万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一套事关你我未来生活的国家生存战略？要看懂这波操作，我们得先回到新闻现场。时隔23年，国际表演艺术协会大会再次回到新加坡，吸引了40多个国家的代表。正是在这个场合，尚达曼总统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执政哲学，也就是3个空间理论。听起来有点学术，对吧？其实它就发生在我们每天的日常里。第一空间是你个人的文化根基，比如华人的农历新年，马来同胞的开斋节。第二空间是公共空间，在如今这个全球动荡、社交媒体情绪极化严重的时代，光靠互不干涉其实已经不够了。所以政府现在要推第3空间，也就是多元文化重塑空间。这2000万新元说白了就是用来购买社会粘合剂的专项资金，它的真实目的是在大家熟悉的祖屋生活之外，通过艺术和文化让不同族群真正产生情感上的共鸣，因为只有内部足够粘合，才能防止外部的撕裂情绪蔓延到新加坡内部。那么这笔钱具体会怎么花？我们来算算这笔账。这2000万新元不是一次性撒出去就算了的，而是明确设定了一个5年的周期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，5年通常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公关活动，而是一个有规划、要看中期成效的长期工程。这笔津贴由文社青部和总统挑战项目联合设立，账目分得非常细。节目制作类每个项目最高可以拿50万，而生态系统发展类最高可以拿30万。这个资金上限的分类设定非常有意思，它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，政府既要看到能立刻买票进场看的优质节目，也要去扶持那些在背后培养人才、搭建平台的本地机构，短期可见的文化产出与长期的行业根基，两手都要抓。如果你熟悉新加坡的政策脉络，就会发现这太符合新加坡一贯的制度化多元文化作风了。回想一下，从建国初期严格执行的祖屋种族比例政策，确保每个祖屋区都有不同种族混居，到每年7月21日学校里雷打不动的种族和谐日，孩子们穿上各族传统服装。新加坡政府从来不把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的自然融合上。在执政者的眼里，多元文化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，那是极其脆弱的。它必须变成可以量化的政策，有预算支持的项目，甚至是有 KPI 的公共工程。这2000万本质上就是用明确的行政手段和真金白银，给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再加一道保险。不过，钱虽然给到位了，事情就一定能按预期发展吗？这就引出了本地艺术圈私下里最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。客观实在的讲，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。面对这笔巨款，新加坡本地艺术界的反应其实相当谨慎。大家当然欢迎经费支持，但在私下里，创作者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担忧，拿了政府的钱，是不是就得按政府的剧本走？这就触及到了新加坡模式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博弈，那就是行政干预的边界到底在哪里？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设立津贴，必然要对结果负责。这就意味着拿到津贴的作品必须符合促进多元文化融合这个大前提。但艺术创作的本质往往需要一点叛逆，一点批判性，甚至去触碰一些敏感的社会痛点，才能引发真正的思考。如果所有的创作都为了迎合津贴的 KPI， 变成一团和气的样板戏，那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。这是政府拨款不可避免的双刃剑。当然，新加坡也有平衡的很好的成功案例，比如本地知名的9年剧场，他们不仅深耕华语戏剧，还能把带有浓厚本地色彩的作品带到法国等海外市场，证明了有本地根基的创作依然能走向世界。但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
如何在完成国家维稳任务和保持艺术创作自由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，不让多元文化变成生硬的说教，将是这2000万津贴在落地时面临的最大考验。而新加坡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去推行政策，其实还有一层更大的战略考量。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跳出新加坡本岛，你就会发现这2000万的布局远不止内部维稳那么简单。今天的新加坡正处在一个极度撕裂的全球环境中，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和国际枢纽，外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摩擦，还是网络上迅速蔓延的极端思潮，都很容易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2000万其实是新加坡未雨绸缪，为自己挖掘的一条文化护城河，试图用艺术和多元主义的共识去抵御全球蔓延的撕裂感。同时，大家不要忘了前面提到的 ISPA 大会背景，400多名国际代表齐聚新加坡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地缘政治信号。新加坡长远的野心是利用自己独特的双语优势和多元文化背景，成为整个东南亚甚至亚洲的区域文化枢纽，在大国博弈的硬碰硬之外，通过文化输出建立起自己的软实力，这是极其典型也非常聪明的小国大外交策略。通过制度化的文化建设，让世界看到一个稳定、包容、有创造力的新加坡，这在关键时刻不仅能持续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和人才，更是国家在复杂国际局势中求生存的重要筹码。2000万新元用来搞艺术，看似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、防范族群撕裂、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保险费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笔账算得非常精明。政策的初衷确实很好，但最终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，还得看未来5年的具体执行。那么，作为生活在新加坡的你，平时能感受到这种多元文化带来的凝聚力吗？你觉得政府这笔纳税钱花得值不值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客观实在的政策分析，请记得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